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呢係我哋喺巴黎嘅第二日。今日呢有一個重要嘅目的地，就係羅浮宮博物館啦。嗱，眼前呢一棟咁唔起眼嘅建築呢，就係羅浮宮博物館嘅入口啦。係咪真係估佢唔到呢？呢一站我哋嚟到咗巴黎有名嘅羅浮宮。係嘅，我哋嚟巴黎呢，其實就係為咗嚟羅浮宮啫。大家睇到啦，一大早已經有好多遊客喺度排隊噶啦。呢個呢，就係非常之有名嘅玻璃金字塔。嚟羅浮宮之前呢，一定要記得提前訂票啊！提前訂好門票咧，就按照你嘅預訂時間過嚟就得啦。當你要預約羅浮宮門票嘅時候咧，最好就係預約朝頭早9點啦。呢個係第一班嘅門票，因為9點咧入場嘅人少啲啊，所以你亦都唔使排隊咧，就好容易就入到嚟啦。蒙羅麗莎嗰個頭俾人畫咗匹鬍鬚。咁搞笑嘅，呢個蒙羅麗莎就冇俾人畫咗撇鬚喺度啦。呢度有個3D 嘅穹頂，相當之靚。我哋而家咧就先去睇最出名嘅鎮館之寶蒙羅麗莎的微笑先。一行入嚟呢個展廳咧都非常之多人，好多人啊！睇下幾多人都係為咗睇呢一幅驚世名畫。雖然我哋喺唔同嘅地方睇過好多次，哇！真係要逼得埋去前面咧都幾難啊，超多人啊！喂，大佬，我玩動身時睇下好過啦。終於逼到嚟最前面啦！呢一幅就係世界上最名貴嘅畫《蒙羅麗莎的微笑》。雖然我喺動身已經睇過好多次，終於睇完呢個《蒙羅麗莎的微笑》啦！我哋咁早嚟啊，都咁多人逼喺度啊，真係冇辦法想像咧，晏少少咧會呢度逼到幾多人啊！睇完真跡咧，覺得真係畫得幾靚嘅，比動身啊或者我喺畫廊咧嗰啲仿製品咧，其實佢要大幅少少嘅。第二個我哋要優先去睇嘅就係呢一個米洛的維納斯啦。喺1樓嘅樓梯間呢一度咧，有呢個有名嘅勝利女神像啦。終於見到啦！呢個咧就係斷咗手臂嘅米洛的維納斯，佢相當於係愛神啊、生育之神啊，即係嘅女神嚟啦。而家我哋喺1樓嘅展廳，1樓嘅展廳咧，通常都係展覽呢啲器皿啊、用品啊，即係細啲嘅嘢。各種各樣細嘅嘢，畫咧就好少嘅。哇！呢個盾好有型啊，啲做工又精細，造型又相當之靚。
呢一個係查理九世個盾牌，超級華麗嘅。呢個係查理九世個頭盔，不得了。不過呢個盾牌同埋頭盔呢，係純粹攞嚟展示嘅啫，佢唔係攞嚟打仗嘅，即係攞嚟威嘅啫。好多咧都係皇家專用嘅黃金器皿，睇落係相當之華麗嘅。哇！呢度係展覽一啲珠寶嘅，超級華麗。零元购吧，零元購。哇！呢啲小首飾幾好睇啊！好精緻啊！哇！呢個琴型到，真係太有型啦！呢個呢係埃及嘅文物，呢個係蛇嘅法老嘅墓入邊嘅碑。古埃及嘅公主，呢塊石碑係刻咗用嚟祭奠嘅嘢，哇！好多奇奇怪怪嘅嘢。法老嘅頭像咧，哇！呢塊埃及石板咧非常之精緻啊！啲雕刻，我就唔明佢係刻咗啲乜㗎啦。呢一個雕刻好似喺東森度見過嘅。好眼熟啊！呢一幅畫畫嘅係法老同埋神會面嘅時候嘅場景啊！呢一個係陶棺啊！陶瓷做嘅棺材啊！呢個係路易14個珠寶箱啊，係咪超華麗？金閃閃。呢一個係純銀嘅擺設啊，係用嚟擺喺餐台上面做裝飾嘅。我哋又翻嚟呢一個法國油畫嘅展區啦，呢度就係今朝睇蒙羅麗莎的微笑嘅地方。啱先我哋喺樓上咧已經睇完一啲歐洲嘅油畫啦，上面咧有好多啲家境貧窮嘅少女咧係衣不蔽體嘅，我覺得非常之有藝術性，非常值得欣賞。喺呢個區域展出嘅通常係意大利嘅繪畫。樓上嘅咧就係一啲法國或者係歐洲其他地方嘅繪畫。呢一幅就係羅浮宮入邊最大嘅畫啦，《加納的婚禮》係耶穌展露嘅第一個神跡。耶穌咧就係喺成幅畫嘅中間。呢幅畫畫嘅場景好明顯就係巴黎歌劇院啦，我哋之前就介紹過啦。果然係描述咗巴黎歌劇院演奏嘅場景啊！我哋落到嚟1樓啦，呢一個展廳咧係有一啲千奇百怪嘅展品啊！我都唔知佢係屬於邊一個文明嘅，非常之特別。呢個人個表情好似係唔想返工喎。呢度就係希臘嘅展示廳啦，好多關於希臘嘅雕像就喺呢度展出。
希臘嘅雕像咧，基本上都係半裸嘅或者全裸，裸體嘅雕像咧係佔大多數嘅。呢個唔通係女神雅典娜嘅雕像？身上係着咗衫嘅，非常之雍容華貴。係啲衣服嘅線條，我覺得古希臘嘅雕像嗰個面型咧，同羅馬嘅雕像面型咧係有明顯嘅區別嘅。希臘嘅雕像嗰個面型咧有明顯係圓潤好多嘅，好符合我哋現代嘅審美眼光嘅，就好似女神個樣咁，係非常之鵝蛋型嘅。佢個線條咧係更加圓潤好多，而唔似羅馬嘅雕像咧係立體好多嘅。呢個係狩獵女神狄安娜，佢手上面咧本來係有對弓嘅，可惜後尾爛咗啦。羅浮宮實在太大啦，根本咧喺一兩日內咧係唔可能行得晒嘅。如果慢慢行嘅話，我哋而家睇到嘅就係漢謨拉比法典，係古巴比倫嘅遺物嚟嘅。法典嘅上面咧係展示咗巴比倫嘅國王向神明遞交權杖嘅儀式，而柱嘅下邊咧就係法典嘅內容，全部都係古巴比倫嘅文字。羅浮宮咧就係真係實在太過大啦，無論點行啊都行唔晒。真係呢度如果要仔細咁樣瀏覽成個博物館咧，我估計保守估計都要3日啊！我哋呢次咧就只能係跑馬觀花式嘅咁嚟欣賞羅浮宮裏邊嘅展品啦。到金字塔啊！羅浮宮嘅標誌，其實佢係個四方體嚟嘅，不過上面露住嘅咧就係金字塔呢個部分，下邊亦都係一個金字塔嘅部分。我哋已經從羅浮宮出嚟啦，逛完羅浮宮博物館咧，係令我大開眼界嘅，感覺非常之唔錯。我個人覺得比呢個梵蒂岡博物館咧係更加好逛嘅。而人流咧下午係多過朝頭早好多嘅，所以最好咧就係朝頭早過嚟啦。羅浮宮咧入邊嘅展品咧可以講得上係各式各樣啊，非常之多，而且每一件展品咧都有質量嘅保證，非常之有價值嘅。一日時間咧，我大概係6個鐘頭到啦喺入邊，係完全唔夠嘅。如果你要細心欣賞咧，估計咧就算3日時間都係勉勉強強嘅。基本上喺法國啦，你見到冇車咧就可以過噶啦，人人都係咁。佢哋咧係唔會理紅綠燈嘅，基本上除咗啲超級大馬路之外咧。我哋已經到咗巴黎聖母院啦，之前俾火咧燒到咦冚冚嗰間啦。啊，呢度當時燒得好大火。聖母院嘅門口好多人喺度坐住啊！法國人呢個時間咧應該都喺度曬太陽㗎啦，享受人生嘅。如果喺大陸，而家仲喺度上緊班。呢邊就係燒黑咗嘅聖母院，大火之後咧，聖母院就關咗啦，唔會俾人參觀嘅，所以我哋咧就只能睇一睇外表啫。
以前冇俾燒嘅時候咧，應該係一間好宏偉嘅教堂啦，算係好可惜啦。呢個世界果然就係有人嘅地方咧就有江湖，有江湖嘅地方咧就有垃圾，好多垃圾啊！即係巴黎咧，照舊都係好污糟嘅。咁我哋喺巴黎聖母院嘅報道咧就暫告一段落啦，我哋係咁先。前面呢個就係巴黎嘅艾菲爾鐵塔啦，亦都係我哋巴黎站嘅最後一站啦。大家睇到好多人喺度。聽講呢度係欣賞艾菲爾鐵塔嘅最佳位置，側邊咧仲可以睇到嗰個金頂嘅建築亞歷山大山勢橋啊。前面呢個就係艾菲爾鐵塔嘅噴水池。艾菲爾鐵塔咧係可以上去嘅，不過咧就有時人多咧要排呢個電梯隊，因為佢上去嗰電梯咧係非常之慢嘅，所以咧人多嘅時候就要等好耐下。耶！我們終於來到巴黎的最後一站了。在我們短短2天的巴黎之旅裏面，我對巴黎還是有挺大的感觸的。首先，巴黎就是很不歐洲了，就是它跟歐洲的其他國家的首都來說，相對比較還是出入比較大的。就是如果有潔癖的人來到這裡的話，就會有一點瑕疵。對，它街上啊或者景點裡面衛生確實不是很乾淨，垃圾有點多。然後技術上方面的話，還是比較混亂。你是說巴黎人喜歡衝紅燈是吧？也不對，看的。巴黎人十分喜歡衝紅燈，只要路上沒車，他不管紅燈綠燈一樣過。其他的話感覺還好。然後的話，我特別印象深刻就是羅浮宮博物館，這一個是非常推薦的。大概是這樣。盧浮宮太大了，裡面展品太多了，我們真的是6、7個小時啊，在裡面感覺只是看了一部分，就是一半都沒有吧，太大了，真的是值得花時間來慢慢細品。除了盧浮宮3寶之外，還有很多非常棒的展品。是的，真的看3天都不一定看得完。對的。然後其實我覺得巴黎的街道上還有景點裡面垃圾是略多了一點啊，這點也是比我們之前去過其他歐洲城市要髒一些的啊。煙頭超多。對。不過它垃圾桶也多，是不是髒的地方垃圾桶都多？是的，垃圾桶也超多。然後那個安全方面啊，因為之前刷到很多帖子，我覺得因為我個人是沒有遇到什麼事情的啊，沒有遇見小偷呀，然後那個搶劫的也沒有，所以我覺得安全是 OK 的。治安方面，因為我們也沒有太晚回酒店，但是不管在哪裡哈，都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警惕小心，然後不要太晚在外面遊蕩，都是要打起12分精神比較好。當然遇到事情人就會覺得巴黎的治安很差了。一般來講白天是沒有很大的問題。對，我也覺得。但是呢，這個巴黎之旅結束了，我們的歐洲之行也就結束了。是的。那本期視頻就到這裡啦。拜拜，各位小伙伴們，請各位老鐵們、寶子們、家人們動動你們發財的小手，一鍵3連，關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拜拜，謝謝。拜拜。你的出钱一定還在，放心，很安全。